来来啦！记录北京32岁老公外派上海工作，带娃和公婆同住的第6天。昨晚课睡觉前突然问我：“妈妈，你要是老了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很正常呀，人都会生老病死的。”他说：“那谁来接我下幼儿园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老了也能接你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让你老。”我说：“你快点睡吧。”他说：“我都要哭了。”最后我是跟他保证我不会老，他才肯睡觉的。也不知道最近看什么又想起来这事儿了。这会儿我是送完他回来了，妈爷在我这一进屋呀，桑拿房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就现在北京这个天不动着都浑身黏。我公公在厨房做早饭煮玉米，这屋里啊热气腾腾，我赶紧就把空调打开了，因为我公公一天有1/4时间都在厨房里待着。我说您要嫌空调凉，要不给您装个风扇呢？我婆婆在外边说，她做饭抽油烟机都不让打，说能给她吹感冒了，还能让你装电扇。这是老板今儿给婆婆姐做的早饭，大面片和我老公走那天剩的饺子馅儿。我估计那面也是生的饺子面，给我热的烧麦和丸子。这丸子最近出场率会很高了。今儿上午我公婆都不在家，去小商住那边忙活接活，我自己看家。然后下午我婆婆回来接我去家附近的建材市场，看看她工作室那边柜子的设计方案。他俩出门5分钟之后，婆婆姐给我发信息，让我看看高压锅放没放完气儿，然后把玉米给拿出来。知道不会弄这玩意儿，跟我说的特细致，最后还加了一句：实在不会弄就别碰了，放那儿就行了。完事儿给自己冲了个澡，早上穿的有点恶心，我把裤子都放在客厅的柜子里了。我公公不到7点就起床了，我昨儿还忘了提前找出来了，所以就从屋里还没收拾完的袋子里掏了一条没来及熨烫的。结果是到了个快递，是一个遮挡帘儿。我们卧室的大衣柜是我婆婆刚买这房子时候安的，分区有点不太合理，关键是它竖着有3列，门是推拉门，中间那一列不管你门往哪边拉都没法完全打开，得够着。婆婆姐不舍得撇呀，所以就把门直接给卸了，但是看起来又特别乱。我想买个遮挡帘，就不用打孔安装那种，这个明显大小颜色都不太合适。其实它是个浴室帘，我是看中它颜色了，但是好像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重新装盒退了吧。有人说我们屋里东西太多了，那不很正常吗？5个人住2居室，2家合并成1家，现在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毕竟不是重新装修，只是部分改造，咱们凑合凑合过渡一点时间，要求就不用太高了哈。现在我已经是跟我公婆会合了，要去的家居建材市场就离我们特别近。我婆婆那个小商住是想打1面墙的柜子，外加一个榻榻米，既能储物还省得买床了。总共是约2家不同的品牌给设计。其实我老公挺专业的，但是我婆婆不用他，因为我公公跟我老公都不主张在这个房子上投钱，所以问他们的意见那大概率是做不成的。婆婆姐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，兜里还有钱，还能赚钱，所以她宁可花钱出来让别人设计自己弄。她那个房子比较小，采光还一般，打柜子打白色的不复古，跟她盘发的风格不匹配。打深色呢，屋里又太暗了，其实还是有点难搞的。我们把想法跟今儿这个设计公司说了之后，对方给出的方案我觉得挺一般的，而且我们提出的意见遇到的问题，他们也不是解决是否定。算下来整体的报价是12980。婆婆姐说改天再看看另外一家公司吧，这个不是那么太满意，对比一下再决定。完事儿又在这儿买了点壁纸，看了看马桶，临走前被另外一家柜子定制的店给拦住了去路，可给我笑死了。不是你这个你的挺透，我这也是旅游买的。哎，你妈这个都回我这俩，我这在泰国买的呢。泰国的估计是不是那块更便宜？那样便宜，但免费导游得挣啊，给你整免税店去了都。我这不是，我这个是就是那个啥，他肯定得有提成啊，对，提成肯定的，人乐呵的陪着你，肯定吃好喝都得搀着你去。记得婆婆姐去泰国买这镯子，把这俩半斤8两，还跟这惺惺相惜呢。再多2句就得定了，我赶紧就给婆婆姐拉走了。我俩走下去又是一身汗，到家的时候我公公正跟这忙活呢。我们中午打算吃涮锅，我婆婆让我公公把厨房门口柜子这儿的电源接上插线板，我公公说没电不好使，自己鼓捣半天又叫的维修，结果人家师傅来了什么都没干，一插就有电。我公公说是让人给吓好的。我们预计是下周或者下周吧就去集市了，走前准备把冰箱里剩的吃的喝的全都打扫，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涮锅。光想着吃剩的东西了，蘸料和底料都忘准备了，最后蘸料是婆婆姐自创的，搭配上早上煮的玉米齐活，吃着吃着怕溅一身汤，我就去换了件衣服。我公公有颗牙不是坏了去补了吗？补完反而还更疼上了，最近就是动不动就疼，吃药也不太顶事儿了。之前我们说带他去看，他非得要等他回老家，然后还老喊疼。我给他找了2盒我以前的止痛片，又买了2种不同的外用药，他嘴上说谢谢，但是哪个也不用，就挺着。维生素 E 抹脸，硬说我给扔了，200多块钱呢，20来瓶，给我扔了。你这是20来瓶，6点就开始倒，给我倒行了。抽匣上面柜里全找，我说你自己藏不知道藏哪儿了，你自己找肯定不会扔。啊不行，整哪儿去了？白瞎了，这么贵东西，你就瞎撇瞎扔瞎收拾，啊就开始打了一阵。结果在哪儿找着呢？你听我说啊，我起来，我寻思我帮他找吧，他找60张他不吱声了，让我找，我找了。我说那你咋不说呢？我在这吭哧瘪肚给你找半天呢，找着你都说一声不吱声了，面巴不吱声了，在他那抽匣里头放了，啊还有10多瓶了，没有20多瓶。
放不过期了吗？买新的多好。是啊，你愿不想买一瓶吗？医院开的，你开一开那是哪？在协和医院是哪开的？一天抹一瓶。吃完饭看了会儿电视，那天我吃那软糖，有姐妹跟我说有问题，我立马换了一种。准备去接客之前，我的咖啡也终于到了。之前都是2袋，这次这一大箱给我惊着了。它里边居然还送了那种外带的袋子。我声明一下啊，咱这就是纯纯的自费购买，我也不是为了卖而卖，我也不是觉得它比别的咖啡有多好喝，但它就是对我管用。这次不知道怎么送这么多东西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新入的一箱面膜3盒。好了，出发去接客，放学了。对了，我忘跟你们说了，明天晚上大哥又回北京了，所以他上回走我是一点也没哭，因为隔的时间短。但是他这次回来再走，我们也就去东北了。给妞儿接回来之后，又到一快递，是他的拼贴画，问了我好几天了，这玩意儿到了，我比他还高兴呢，耳根子终于清净了。然而清净没一会儿，他跟那儿贴，就让我必须坐他旁边陪着他。人这上面每一块旁边都写了数字和字母，他自己找不着，就让我给他读。我坐他旁边跟那儿读 A11、A12、B13，他在旁边来一句，请您用餐了。等到爷爷带他下楼玩，我才算是正式消停了。晚上婆婆姐说不饿了，我跟那儿犹豫了半天，吃不吃晚饭。熬过了晚饭点儿，半夜给可可哄睡了，点了点小烤串。行了，咱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妈妈，我长大给你买一个泡面吃，不辣的吃。泡面啊？谢谢。那你不想吃就不吃。想吃你买的我都想吃。啊，我是说你别吃了。